我本是世上最强门派的座上老祖，却在闭关100年后，发现原本的修仙世界变成了科技文明。现在御剑飞行不仅要考驾驶证，还不能超速。而合欢宗更是与时俱进，通过网络直播吸取经济。主人，就连魔道宗门也开始通过克隆技术炼制万魂幡。前面的剑修，你超速了，请靠边停下，出示你的御剑许可证。奇怪，这不是凌音房的阴功吗？凌音房什么时候收男人了？不过这个年纪有元婴修为还算不错。反虚境，这是哪家的老古董？刚刚出关竟然被我撞上了。也只有那些反虚境以上的大修，才会动辄闭关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错过了大改革时代的他们，可完全不懂这个新时代的规则。圣皇他老人家保佑，这老古董可千万不要是魔道啊！接下来得先安抚一下这里的筑基期小修士们，然后再安排他们撤离。反虚境魔道大修，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喂，老哥。小鹿，你现在还在学校没有？我刚放学出来，怎么了？你现在马上回到学校，不要出来。附近有反虚境以上的大修出关，暂时还不确定他是不是魔道大修。反虚境魔道大修？3年前，反虚境魔道大雄苍子出关入世，他仅用1道魔阵，就直接屠了隔壁横剑市1半人口。虽然最后被赶来的正道大修击杀，但死了的人那是真死了。那些上古魔道大修可不会遵守新时代的规则。护城大阵开启了，老哥说的是真的。通知，有未经历大变革时期的反虚境以上大修出关，暂不确定是否为魔道大修。为保证各位市民的生命安全，立刻前往就近学校或仙境驻地，不要离开护城大阵范围。喂，快回学校了！哦，对了，我是这里的学生，你如果不熟悉的话，我可以。奇怪，刚刚那个人呢？这次出关闹出的动静还真是不小，摆出这么大阵仗，只是不知道为何原本的修仙世界为何会变得如此现代化？难道是某位穿越者老乡的手笔？哼，走一步看一步吧，先去图书馆看看。有意思，这等境界竟然会看守图书馆。圣皇渊于1000年前崭露头角，其境界便已不逊色各大仙宗太上。出世后，圣皇渊联合一些仅次于各大仙宗的正道大宗，推动了时代改革。无数未得到机缘而徘徊在仙途之外的凡人，因此踏上修行之路。整个世界的社会形态也在圣皇渊的带领下逐渐发生改变，历经500年，最终演变成现在这种模式。然而，50年前圣皇渊离奇失踪，再无半点消息。圣皇渊，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就是穿越者老乡了，倒是想见上一见。不过在此之前，得先让这场闹剧平息下来。我听叔叔说过，那个苍子虽然死了，但他还有个哥哥，境界还在他之上。这几年一直在暗中捉拿大宗天骄，想要复活他弟弟。小姑娘，我们又见面了。是你？你刚刚怎么一进来就没影了？我没来过这里，所以就四处走走看看。你可真够心大的，这都什么时候了，刚刚竟然还敢站在路上看。还好，毕竟真的有反虚境以上修士袭击的话，这座阵法也挡不了多久。喂，你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我还年轻呢，什么死不死的。不过应该很快就没事了。哪有那么简单？3年前的苍子事件，我可是深入了解过的。如果是正道宗门的修士还好，他的宗门会给他解释；但如果是魔修，天地众生在他们眼中都是耗材。对了，我叫张璐，是这里的学生，你应该不是吧？的确不是，我叫老张，是剑宗修士。剑宗？7大仙宗的剑宗？你可真厉害！要是我毕业之后也能考上剑宗就好啦。你根骨不错，勤加修行还是有机会的。我期待你和我成为同门的那一天。但愿吧。好像要结束了。
只见城市上空赤红色的阵纹开始消退，一道道身影凭空出现。为首那人周身荡漾着恐怖的法力波动，正是反虚境大修萧宁。萧宁身后是12名化神以及72名元婴。作为刚晋升没多久的反虚境大修，他正想以神念搜寻一番，突然一道流光不知从何处而来，划破天际，悬停在他面前。师叔，这不是剑宗的？是剑宗符令，为剑宗对门下弟子传讯所用。剑宗也太过分了！我太上道宗也是仙宗，直接捏碎他，上报宗门。身后众人闻言皆是愤愤不平。然而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那道剑宗符令似乎是等得不耐烦了，白光一闪，竟然直接冲进了萧宁真人眉心。众人大惊失色，纷纷向后退开，留下萧宁真人一个人停在原地。剑州玄剑士，出关者乃我剑宗中人，无需担心。完成自己使命的玉符炸开，化作一道游动的紫色锋锐气息，盘旋在他的识海之中。这是太虚破邪剑气，唯有超越反虚境的大能剑修才能展出，正是我急缺的炼法之材。之前一直求而不得，现在却主动送上门来了，这是提前给报酬。可你好歹告诉我要做什么呀？苏醒后的萧宁扫了一眼离自己远远的师侄们，眼角抽搐，内心极为无奈。近年来，不知为何宗内兴起一股稳健流修行风气，别的不说，跟着来的这群师侄，说不定站在这儿的就有分身。玄剑室外围，随着护城大阵的关闭，一名穿着白色运动装的青年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1名反虚，12名化神，72名元婴，不错不错，都是仙宗弟子，神魂纯净。不枉我3年前以血脉为引，施法蒙蔽那蠢货弟弟送死，一举收齐了材料。唉，万魂幡练个法器当真不容易，现在连万魂幡都得包装成仙家法宝的模样了。其实现在也不是最好的时机。有古修士出关，鬼知道他是什么境界。万一是仙宗太上那种级别的老怪物，说不定就被一巴掌拍死了。但机会难得。还有364处。此时的第3中学因为护城大阵的关闭，许多躲在教室的同学都来到了外面。通知：反虚境大修萧宁真人已携古修教社团队抵达本市，护城大阵已关闭。为确保市民人身安全，请先不要离开学校及各大宗门驻地，等待进一步通知。通知很快传遍全市，一时间玄剑室内紧张的氛围缓解了不少。张璐来到教室外，感受着逐渐变得平和的灵气，看向远方，却见一道道青光升入高天，化作一龙一凤2道，巨大虚影盘旋在玄剑室上空。不愧是反虚境大修，这出场就是气派。气派？这东西恐怕不是那萧宁真人弄出来的啊！不是萧宁真人，那能是谁？魔道修士中有一种十分歹毒，但炼制起来却相当容易的法器，需要收集许多生魂。你是说万魂幡？可是这种禁忌法器已经很久没有人去炼制了。不错，但这收集生魂，无论是数量庞大的腐魂，还是猎取强大修士神魂，都容易出问题。为此，魔道中的大能设计了一道阵法。听到这，张璐回想起了自己在灵网上看到的上古历史，心里不由得一紧。难道是摄魂阵？反应很快，我们头上的这个就是摄魂阵，而且这还是改良版本。现在竟然连万魂幡都需要包装了，搞得一副仙家法宝的模样。现在的魔道中人还真有创意。一旁的张璐脸色有些发白，他心里不愿相信，但却又觉得我并没有骗他。摄魂阵是魔道最臭名昭著的大阵之一，大阵启动之后，阵法中地狱布阵者2境的修士都会被直接抽走魂魄。如今反虚境大修萧宁真人已经抵达，玄剑师幕后人还敢布阵，也就是说布阵的人最低都是反虚境化神之下的修行者。你很不错，不过他的时机选错了。而街道上那些同样看着天空的人，也都认为那龙凤虚影是反虚境大修出场自带的特效。许多人都掏出手机拍下照片。当当当，连续3声悠长古朴的钟鸣声。张璐瞳孔一缩，就见天空中的龙凤虚影互相靠近，青光湛湛，一面银白色的小帆从中显现。玄剑室内无论修为高低，都被其吸引。小帆通体银光流转，青光所照，无数威严神灵显化，端坐云巅，俯瞰整座城市。每个与神灵对视的修士，都只觉那神灵眼中神光乃大道之力，神魂深处感到大逍遥、大自在。因为没有防备，仅是一瞬，玄剑室内70%的修士便沉迷其中，魂魄即将脱离躯壳。张璐低垂着头，只觉得耳边梵音阵阵。那个反虚境的萧宁真人还没察觉，这届仙宗弟子都这么差劲了吗？市长办公室内，萧宁真人站在窗边，神情凝重。早在天空中出现异象，他就觉得不对了。万魂幡，现在竟然还有人炼制这种泯灭人性的法器。师叔，我已将玄剑室情况上报宗门，
但魔道大能封锁了附近虚空，支援抵达还要3分钟。既然都被封锁了，你是怎么通知宗门的？撒豆成兵，果然不是本体。前辈，你们这是？这下丢脸丢大了。事已至此，护城大阵已经被逆转成了摄魂阵。我先去拖住炼气之人，等待宗门强者前来支援。何人在此作乱？萧宁真人，等候你多时了。随着两人的交手，那些被万魂幡吸引的修士也猛然惊醒，耳边的梵音消失。张禄心里一松，直接脱力瘫倒，强撑着抬头向上看去。天空的云雾因为刚刚那一下已经消散不见，神态威严的神灵高坐天边，万魂幡轻轻舞动着。一名阳光随和的青年由虚化时，伸手抓住了幡杆。见过萧宁真人，邪魔外道，可敢报上名来？不敢不敢，太上道宗神通玄奇，我可不想被真人的师长追杀致死。你想杀我？在下只是想借真人的神魂一用。两人遥遥对峙，青年在等摄魂阵威能发挥到极致，而萧宁真人则是在思索，是坚持到支援抵达，还是直接用识海中的太虚破邪剑气劈死这货。好不容易得来的太虚破邪剑气，难道马上就要用掉吗？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魔头，原来只是个买不起拟造神魂的死穷鬼。真人说的是，我的确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魔修，所以只能出此下策。拟造神魂虽然方便，但它贵啊，一尊品质堪比真人的拟造神魂，卖了我都买不起。唉，这年头的魔修是真难，所以请真人上路吧。真人快来，幡中一聚。不能睡，睡了就完了。玄剑是第3中学，很快有学生认出了那个体修的身份。这不是老姜吗？老姜是谁？就是那个图书馆管理员啊，他不是才铸机器吗？一时间议论纷纷，谁都没想到那个垂垂老矣，看上去一阵风就能吹倒的老人，竟然是个世外高人。勉强站起身的张禄也愣愣地看着天空。他喜欢跑去图书馆看书，所以和这位图书馆管理员也聊过几次，但眼前的场面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原来大修士都喜欢游戏红尘，是真的。游戏红尘不一定，不过他的伤势很重，应该快要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张禄一怔，心中不禁浮现一个极其荒诞的猜测。天空中，老姜眼中布满血丝，头顶仅剩的几根发丝随风舞动。因为体内暗伤的缘故，挡下那一掌的他已经到极限了。一个将死之人，也敢来坏我的好事！本来你这老东西才是我的选择，但现在有更好的。别急，既然来了，等我收拾完萧宁，再来抽你这老东西的魂魄。学校里，你注视着这一切，依旧没有动作。而天空中，萧宁真人看着来救自己的那名道友被拍飞出去，生死不知，心里更是纠结。那位道友是体修，挨一掌不会有事的。去你的穷鬼，死穷！你练你万魂幡，道爷我今天就送你下去，见你！
各种完全没有下限的污言秽语从萧宁真人口中传出，就连他对面的魔修青年都被骂懵了。却见萧宁真人眉心亮起，紫光晃晃，剑意冲天而起。他最终还是动用了太虚破邪剑气，整座城市的一切都被凝固，变成了一片黑白。学校内所有人的动作都定格在前期出来的那一瞬，唯一没受到影响的就只有你以及张璐。别看我，看他们。闻言，张璐调转视线，看向天空，心中却越发肯定，我不简单。斩！紫色剑气好似游龙，咆哮奔腾，就要将那魔修青年撕碎。千钧一发之际，天空像有什么东西碎裂开，一只翻腾着魔气的大手从中探出，一把捏碎剑气，并抓向萧宁真人。这是有太虚境以上的大修出手了。变故来得太快，萧宁真人完全没反应过来，眼看就要丧命。忽然，之前被捏碎的太虚破邪剑气再度聚合，剑气比之前强大了数十倍，就连那只魔气大手在其影响下都变慢了许多。下一瞬，剑气挥落，被斩落的魔气大手恢复成普通手臂的大小，掉入了地下的深坑之中。至于那魔修青年，更是被剑气搅碎了形体魂灵。只剩万魂幡静静地悬浮在空中，学校里周围人依旧处于那种凝固的状态。感觉如何？张璐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本以为萧宁真人是反虚境大修士，就已经很厉害，那魔修却在其之上。最后出现的那只魔气大手显然更上一个层级，但还是被重新聚合的剑气斩断。最后出现的那个魔头会怎么样？应该会死吧。其他仙宗还好说，但得罪太上道宗还被砍下了一条手臂，那魔道大能活下来的希望相当渺茫了。那道剑气，太虚破邪剑气，出自修行太虚剑典的剑修之手。太虚剑典，他在灵网上看到过，剑宗无上法门。啊，难道你就是？你猜的没错。你虽然没说出过自己的身份，但你也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身份的想法。而随着剑气消散，天地间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色彩。这是个很好的时代，我很喜欢。有缘再见的话，我会送你一份还算不错的小礼物。这该死的老怪物竟然以大欺小，真当道爷身后没人，回去后就请师伯出手，怼不死你丫的！师叔，师叔最后那一剑太帅了，剑意堂皇正大，一看就是大能。那一剑的威能已经远远超过反虚境了。师叔，你该不会隐瞒了修为吧？隐瞒个屁！你们还好意思说？跟着来的12名化神，竟然有9个都是化神。唉，就是可惜了，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太虚破邪剑气，要想再得一道，那可真是千难万难了。师叔，这个老头怎么办？你们赶紧背上这位道友，先送他去医院。这次多亏，这是太虚破邪剑气，他竟然自己回来了，而且我竟然一点都没察觉。难道真是剑宗4大长老，甚至太上级别的老怪物？一瞬间，他想通了许多事情，难怪被捏碎的剑气会变得更强。随即又有些后怕，这一切无一不证明那位剑宗前辈就在附近。要是他刚刚没有用出紫剑符令带来的剑气，那位剑宗出关的前辈恐怕会看着他被之后出现的魔修大能捏死。另一边，我在离开玄剑市第3中学后，依旧是漫无目的的到处闲逛，直到那太上道宗的大能来到玄剑市。汗如渊海的恐怖神念扫过整座城市，我不以为意，停在了一家飞剑涂装店前。老板之前应该是忙着逃命，所以连大门都没关。不过一旁的招牌上倒是写着可以涂装的内容：剑气雷音模拟版 1.0， 涂装后可模拟剑修剑气雷音之声，也就是之前在学校里看到的那种，除了花里胡哨没什么作用，妥妥的修仙版鬼火。半个多小时后，随着太上道宗大能检查完毕，警报也解除了，人们陆陆续续从各大宗门驻地以及学校内走了出来。而此时，我已经用灵石换了一些这个时代的钱，正准备租个地方先住下来。你好，我想租个住的地方。请师叔注入一丝法力，确认身份。哎，平时都不会有延迟的呀。
好了，师叔，您对著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倒是没什么要求，安静宽敞一点就好。您看这处怎么样？位于灵脉节点附近，灵气充沛，而且您是思虑堂执事，按规定租金还能减免30%。可以，就这个了。这是阵法中枢，师叔您到缴费处交费，就会有专人带您过去的。谢谢。这套法力阵别系统连接的是祖剑，没有任何修行者能在祖剑面前隐藏法力本质，按理说会第一时间反馈，不该有延迟。师父说过，东西坏了拍2下就好，还不好那就是真坏了。傍晚，厚重的阴云覆盖了整片天空，市内最出名的小区整齐划一的3层别墅错落有序。我此时已经签好了合同，拿出小木牌朝前轻轻触碰，笼罩着整个别墅的阵法打开了一个通道。走进别墅内，我四处逛了逛，每个房间的墙体上镶嵌着几枚菱形晶体，那是阵法空调的阵基。逛了一圈后，我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忽然远方一道拳印冲天而起，直接击中了天空中的厚重阴云。刹那间，厚重的阴云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因为建设需要，我们决定小范围改变天象。此举已经得到剑宗杂事堂允许，希望各位修士不要模仿。在我闭关之前，元婴修士完全可以割据一地，作威作福，是雄霸一方的存在。如今他们却心甘情愿地去干土木。圣皇渊，你还真是了不起。师兄，都说这次出关的修士是我们剑宗的前辈，可到底是哪位前辈啊？不要多问，我只能说这次是天大的机遇，我们几个修行一生，恐怕也只有这么一次。我有一言，还请2位师弟记住。师兄请说。千万不可仗势欺人。师兄说笑了，我一向与人为善的。我知道了，前面就是玄剑室了。2位师弟，我们再快一些，说不定前辈现在就在看着，还能留个印象。哈哈哈！师兄等我。2位师兄，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应该是超速了吧？太上道宗的大能和萧宁真人可还没离开呢。果然，还没过1分钟，一只元气大手凭空出现，一把攥住了2人。好，我们超速了！这下完了，真超速了。太上道宗是有宗，最多教训一下，危险是不会有的。与此同时，张禄家中，张禄正心不在焉地扒着饭，坐在他对面的张修有些担心。我吃饱了。那先去休息吧。小陆，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先给你请假。张修叹了口气，当年父母陨落，张禄变成了他唯一的亲人，但因为年龄上的差距，他一直不怎么懂得和妹妹相处。此时他就算有心想要安慰，但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口。还有那些人，不过出了这么档子事情，他们最近也该消停一些了吧。卧室内，张禄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眼神有些空洞。那道紫色剑光，还有被斩落的魔气大手，这幅画面不停地在他脑海中回放。河道大能的神通碰撞，观看者必定被其影响。凡人视之，轻则魂魄受损变成白痴，重则直接暴毙。但张禄不同，他是炼气期修为，魂魄比凡人要强一些，再加上你帮他削弱了影响，直接大能交手画面化作了一次试炼，不仅不会受损，还能从中受益。若是悟性高绝超凡之人，甚至能从中悟出太虚剑典和那魔修的修行法门。即使悟性没那么高，也能达到磨砺心性、增长神魂的效用，只是过程没那么轻松罢了。今天早上11时，剑修林某及封某因超速遇见违反交通规则，依据交通管理条例，对2人处以10日拘留，并罚款2000灵币。我们理解各位修士急于归乡，想要确认亲人朋友安望的心情，但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也不知道昨天遇到的是剑宗哪个大佬，一出关竟然被我给撞上了。这种事情我只在小说电影上看见过，却没想到还真有碰上的那一天。小说电影里的主角碰见这种级别的大佬，不说一步登天，但最少也能得到大佬不要的宝物啥的。结果自己不仅被套了一堆话，晚上还被那2幅画面强制骚扰，折磨得死去活来。据说上古的大萧士们好像都讲究一个缘法，昨天那位不就说了，有缘再见的话，我会送你一份还算不错的小礼物。哎，不想了。2位师兄因为遇见超速被拘留了，而且是萧宁真人亲自抓的，还有太上道宗的大能前辈在场，这10天他们是不可能出来了。还是按师兄说的，先去把宗门任务做了吧。虽然不清楚林师兄私下还有什么打算，
但明面上3人可是接了宗门任务的，时间有限，2位师兄一时半会儿又出不来，任务没完成可是要扣贡献点的。不过这次的任务要求最少3个人，自己还要再去找2名元婴以上的剑修才行。这金色玉牌并非剑宗弟子佩戴的那种，而是林问仙家族的标志。林家在剑宗的势力不小，所以大多数剑宗剑修都会给面子，希望师兄给的这牌子有用，否则平白无故其他修行者凭什么帮你？先去这里的杂食堂看看。正想着，张璐从他身边经过，似乎被什么触动，剑意微微颤动。他眼中金光一闪，直接看透了张璐的修为。炼气8层，很普通的境界，竟能触动我的剑意，这小姑娘是什么来头？心中涌现一丝好奇，没有过多犹豫，他直接跟了上去。玄剑市第3中学校门口，许多学生结伴而行，走进学校。张璐也遇见了几名还算要好的同学，一行人边走边聊，看起来其乐融融。不远处一个偏僻的角落，那名剑宗青年望着张璐的背影，眉头紧皱。身为元婴剑修，张璐自然发现不了他，但跟着看了一路，他却愣是没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算了，先去杂食堂办正事，等做完任务再回。学校内有元婴期的主任以及化神期的校长，再跟着进去的话，自己说不定会被发现，只能先到此为止了。他转身离开，本想直接去杂食堂，但经过一个隐蔽的巷道时，他一个闪身拐了进去。巷道内没人，十分的安静。一只黑猫跃上墙头，对他叫了一声，随后跳下墙壁，消失不见。朋友，这儿没人，你可以出来了。声音回荡在巷道内，却没得到回应。从学校附近出来后没多久，他就发现有人跟着他了。光天化日，竟敢跟踪剑宗！狂暴炽热的法力涌入体内，强大到难以撼动的力量死死地扣住了他的气脉，震封了他全身法力。体修修为还在自己之上，那种级别的体修为什么会被自己察觉？难道被调了？这人是故意被自己发现的。你们这群该死的，就不能老实一段时间吗？我们，你听，我他妈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金色玉牌掉到地上，发出脆响，连绵不绝的拳头才停了下来。蒙面人捡起玉牌，你们竟然还敢对林家的人动手！林家的人，那他妈是我师兄！你是剑宗的人？废话！或许是扯到了伤口，半颗被打碎的牙掉了下来，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压抑住心里的委屈和愤怒，调动一丝法力缓解了一下疼痛。我是剑宗李风平，你是什么人？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打我？那你往巷子里跑什么？我特么想反杀你！鬼知道你境界还在我之上，你一直跟着我，我当然要引你出来。抱歉，我认错人了。一颗丹药被强行塞入口中，丹药很快起效，脸上的伤口传来一丝丝酥麻。等他眼前清晰一些的时候，蒙面人已经消失不见了。李风平此刻再也压抑不住心里的委屈。我他妈招谁惹谁了？中午，杂食堂大厅，左雨宁一只手撑着脑袋，无聊地打了一个哈欠。这工作好是好，就是平常太清闲了。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他打了激灵，一回头，一个脑袋缠着绷带，没有露出一丝缝隙的怪人正站在外面。大胆妖孽，竟敢在剑宗杂食堂闹事！新一届的剑宗弟子都是这么说话的吗？我不是妖孽，我是来办事的。原来是师叔，你有什么需要吗？左雨宁脸蛋发红，脚趾扣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连忙接过玉牌，挑起了身份信息：姓名李风平，境界元婴，身份内门弟子。随后，他又将那台甄别法力的仪器拿了出来，请师叔注入一丝法力，确认身份。这回倒是挺快的。请问师叔，您要办的事情是？
我和2位师兄来玄剑室做任务，但2位师兄那边一不小心出了点状况，所以我想联系一下附近元婴境的同门，帮忙。具体的任务内容和报酬，可以在见面后商议。好的，我会将消息通知给附近的元婴师叔，请您稍等。李风平点点头，转身往外走，准备在杂食堂的大厅里坐着等消息。出去是不可能出去的，自己和2位师兄最近好像挺倒霉的。剑宗的别墅小区内，我花了1个早上的时间，用张三刀的身份置办好了所有东西。但张三刀明面上是元婴境的外门之士，自然也是收到了杂食堂发来的消息。内门弟子找人做任务吗？也好，回复了消息后，直接朝外走。左宇宁就在大楼外见到我后，立刻上前引路。只是这3刀师叔又是什么叫法？正常来说，不应该是张师叔吗？不过些许小事，我也没太在意。跟着左宇宁走进了一个准备好的招待厅内。李风平的特殊造型让我多看了几眼，林家的名头还是很好用的。除开我之外，还来了5名元婴剑修，5人气息参差不齐，最强的是一名穿着西装的壮汉，已经是元婴后期，健硕的肌肉将西装绷得紧紧的。若非那凛冽的剑意，旁人恐怕会将他误认为体修。另外4人的气息也不弱，其中还有2个应该是兄弟，样貌好似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都在观察除自己之外的人。见过几位师兄师姐，在下李风平。这里最年轻的都比他大，大家修为境界又差不多，这么称呼也没问题。你不是林家的人？我不是，但我师兄是。师兄说了，只要各位师兄愿意帮忙，此次的贡献点全归各位，而且还另有酬谢，天上掉馅饼啊！李师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好像受伤了。说话的是一名面色煞白的剑修，应当是修炼了阴煞类的剑诀。你的伤势与这次的任务有关吗？无关。我这是被一个不知道哪儿窜出来的疯子。既然如此，师弟又是如何确定那人不是为了你们的任务而来呢？因为那人袭击了我之后，说是认错了，还给我吃了丹药，否则我的伤势也不可能好得这么快。实在是有点不想说，但眼下的情况却又不得不说。我有些乐，这倒霉孩子还真是被打了一顿。悄悄跟踪人，妹妹不打你打谁？不过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的确非常莫名其妙。我知晓了前因后果，其他人不清楚，都觉得李风平有所隐瞒。最终还是一名英气十足的女剑修开口。师弟，先介绍一下任务内容吧。我和2位师兄接的是一个调查任务，是一位长老发布的。他老人家曾经在玄剑室发现了一处秘境，他耗费心力进入其中后，却一无所获。回到宗门之后，他研究了宗内典籍，这才发现那个秘境其实是有人在养剑。本想亲自过来调查，但宗门内有事要他去办，他没法脱身，就发布了任务。各位师兄如果愿意去的话，我把秘境的资料发给你们。我没兴趣。2名长相十分相似的剑修对视一眼，转身离开了。我也没有兴趣。面色苍白的那人也走了，条件不错，但他信不过，而且又不是林家人，犯不着为了这点贡献点冒险。李风平只好看向剩下的2人，要是他们2个再走，他就真没办法了。我挺有兴趣的。算我一个。多谢师兄师姐，还好算上自己，可算是凑足3个人了。多谢师兄师姐。小事。不客气。江静，张三刀。江静和李风平同时愣了一下。你一个剑修叫这种名字？腹诽归腹诽，李风平还是很快将秘境的相关资料发给了2人。那是一座附属性秘境，依托现实而存在，但不显于世，就连入口都需要特殊的方法才能打开。而已知唯一的入口就在玄剑室郊外一座山峰的半山腰。根据资料描述，秘境外围长有许多剑道属性的通玄草，这也是那位长老判断秘境是一处养剑之殿的原因。能够生成一整座秘境的剑，它的主人生前至少是一位剑道大能，此行很危险。师姐说的对，以我们的能力，要取出那剑道大能的配件的确危险，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收集信息。除了任务基础的贡献点之外，宗内也会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价值发放额外的贡献点。组建作为如今剑宗任务榜的核心，绝对公正。这样倒还合理，若是不可为，还可以及时退出来。为什么？你们都认为那剑修已经不在人世了？说不定那剑修还活着呢。场间忽的一静，
沉默几秒，李风平苦笑：“师兄不要吓我，资料上也说了，那座养剑秘境存世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500年，就算是剑道大能，甚至是在这之上的剑修，恐怕也不会让沛县离开自天那么久了。如果这座养剑秘境的主人还活着的话，那长老之前进入秘境的，他为什么没有现身阻止？剑宗的长老都是反虚境，就算是河道，甚至河道之上的剑修，也不可能放任一名反虚剑剑进入自己的养剑秘境才对吧？”说的也是，或许是我想多了。师兄和师姐需要准备多久？我这边随时都可以。倒是李师弟，你的伤需要调养多久？我这只是皮外伤，不要紧。数分钟后，三人离开了杂食堂大楼，来到一处空旷之地后，冲上天空。元婴修士的御剑航线要比筑基高上许多，放眼望去，只能看见道道流光掠过。李风平在最前面引路，江静紧随其后，我则是不紧不慢地掉在最后。三人的速度在来往的盾光中并不算快，这倒不是李风平剑盾之法练得不好，主要还是因为两位师兄超速被抓，得稳妥一些才行。饶是如此，元婴期毕竟已经不算是太低的修为，速度极快。没过多久，三人便抵达了玄剑市郊外秘境所在的那座山峰。三人放慢速度，落入山林之中，沿着山路继续往上走，最终来到了一处向外凸起的巨石旁。此时已经有不少猛兽察觉到动静，悄悄跟上了三人，眼神贪婪。修行者吞吐灵气，一身血肉对猛兽妖物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声冷哼，元婴期的法力威压扩散开来，诸多猛兽瞬间被这恐怖的气息吓住。直到周围觊觎的猛兽都逃开之后，李风平才收回了法力威压。这一山的猛兽大多数都有成精化妖的迹象，但却没有任何异兽成精。这非常不合理，这里灵气富足，不该这样才对。而且他也没有听说过这座山有人定期清剿妖物。这么快就看出不对，还算不错，因为他们的气象被斩断了。对于这种还算可以的后辈弟子，我也不吝多说一些。三刀师兄还懂得忘气之法？略懂一些。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秘境不错，发布任务的那位长老当年开启了秘境，导致秘境内一丝气息外泄。那剑或许是不喜妖物精怪，所以便斩去了他们成妖的气象。大概就是这样。江静若有所思，下一刻忽地抬头，眼中神光流转，浓重清气蒸腾，绵延数里，这便是整座山及山中生灵的气象。按理来说，数里的气象诞生，堪比元婴的大妖都不为过。但浓郁厚重的清气之上，一缕红芒极为耀眼，锋锐凛冽，生生压住，或者说截断了整座山，甚至山中生灵的气象。很快，江静感觉眼瞳一阵刺痛，不得不收起神通。李师弟，你一直站着做什么？快开秘境啊！这不是在听你们说话吗？而且刚刚的话也算是任务的一部分。走吧，开了，我先进去，你们尽快跟上。三刀师兄还真是行的，仅是泄露出来的一缕锋芒，便截断了一山气象，这秘境绝对不简单。两人都进了里面，李风平扫了一眼周围，确定没有什么不对后，也跟了进去。灰雾一定程度上阻隔了神念，但穿过通道之后，又很快恢复清晰。红色放眼所及，皆是一片猩红。一望无际的平地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红色剑叶、通玄草。天空中一轮猩红，明月凄冷渗人。一道道粗壮的锁链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一直延伸缠绕着远方的一座山。整座山好似一把刺向地面的长剑，整体呈暗红色，在这长满通玄草的平原中显得极为瞩目。遍地的通玄草随风晃动，远远望去如同血海翻涌，就连空气中都带着一丝丝腥气。竟然有这么多的通玄草！通玄草，一种会被异影响的灵植，剑修吞服由剑道属性通玄草为主材炼制成的丹药，能够达到淬炼法力、磨砺神魂的效果。一株剑道属性的通玄草，在剑宗内能换到不少贡献点，而眼前可是一片通玄草原呢。但江静和李风平都压抑住了采摘的冲动，如果换做一个不知情的修行者进入秘境，恐怕早就开始动手搜刮了。他们不一样，资料中有提到过。之前那位长老所带的团队，也是因为这么做才差点团灭。这座秘境极为特殊，每摘一株通玄草，就要授一道相当于你当前境界全力一击的剑气。那就是长老想要的剑。不错，林师兄跟我说过，等到我们这边将任务交付，长老就会亲自前来。
看这秘境的样子，怕不是个魔道老祖弄出来的。长老怕是有些欠缺考虑了。倒也不一定是魔道剑修，许多正道剑修走杀伐之道，也有可能布置出这样的秘境。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了，我现在就去那座山下看看吧。坚硬的剑形叶片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李风平一愣，连忙跟了上去。这三刀师兄未免太过淡定了，竟然完全不紧张。一路无言，江静和李风平一直在观察四周，但除了一望无际的通玄草原以及那几条不知道来处的锁链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下脚的时候也非常小心，相较之下我便随意许多了。我走过的地方叶片互相碰撞，叮叮当当响个不停。跟在我身后的李风平心惊胆战，生怕一不小心就是一道剑气来袭。不用这么小心翼翼，通玄草枝叶强韧，没那么容易弄断。我的话并没有什么用，两人依旧很小心。正因为如此，花了好一会，三人才来到那座剑峰之下。江静和李风平都松了口气。剑峰附近数十米，别说是通玄草，就连杂草都没有一根。暗红色的土地踩上去有些柔软。任务要求只是调查，那就开始记录吧。说罢，我便准备施一道玄光术，将这里的场景记录下来。咔嚓，一阵白光亮起，却见李风平拿着个相机，刚刚正是闪光灯的光亮。江静没带相机，拿着手机四处拍。我默默放弃了使用玄光术的想法，也拿出刚买没多久的手机拍了起来。我心里有些感慨，跟现在的修行者们比起来，自己显得有些不懂变通了。当初的记忆虽然没有忘却，但如果不是有所触动，已经不会想起了。三刀师兄，你那边怎么样了？快了，我们这边都拍好了，过来核对一下吧。我这边也拍好了，可惜流影法宝太贵了，玄光术我又没学过，否则贡献点还能多一点。李风平一边吐槽一边摆弄着相机。相比之下，相机的价格就要亲民的多了。如果不是拍出来的照片不能记录神韵和意境，流影法宝早就被淘汰了。但这个任务就那么点贡献点，为了这个去买一件流影法宝，完全是亏本的。没问题，都对上了。确定没有遗漏，又采集了一些土壤样品。江静走到剑锋旁，准备切下一点石块作为样品带回去。这么硬，没切下。这座剑锋的实质出乎意料的坚硬。闪开！李风平准备上前强行挡住，一道身影却比他更快。我出现在剑气行进路径前方，并指点处，无声无息。放在外界能够截江分海的剑气，好似泥牛入海，连一丝风浪都没有掀起，就被轻易点碎，消失无形。两人见到这一幕都愣住了，心中同时浮现一个念头：这特么能是元婴？这位三刀师兄绝对不可能只是元婴期，就算是元婴后期的修行者，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就挡下那道剑气。一时间，他甚至怀疑三刀师兄也沾染了太上道宗最近很流行的那套稳剑流修行风气。可也不对啊，看我现在的表现，似乎也没有刻意隐瞒自身修为境界的打算。师兄，你真的只是元婴期吗？怎么？你难道认为元婴期修行者做不到这种事吗？不歹也是剑宗的人，眼界还是要放宽一些。师兄说的也是，这么说是没错，的确是有一些绝世天骄，炼气就能逆转筑基，筑基战平金丹，到了金丹都能与元婴交手一二。这么一想，轻松挡下元婴级别的剑气，好像也十分合理。合理个鬼啊！三刀师兄，你不是外门执事吗？天骄这种词什么时候能和外门执事扯上关系了？剑宗的外门执事要是都这样牛逼，剑宗早统治整个太玄界了。三人继续采集样品，很快秘境内的样品都收集得差不多了，就连空气中的灵气都萃取了几缕，已经足够任务所需了。至于这座剑锋本身，还是让长老自己来调查吧。既然任务完成了，我们赶快离开这个秘境吧。我总感觉这个秘境不对劲。除了那道剑气之外，这一趟任务的过程相当顺利，但他总有种被什么东西盯着的感觉，再加上这2天似乎有些倒霉，心里总有些毛毛的。贡献点是很重要，但安全更重要。三刀师兄认为呢？我都可以。我依旧是那种随意的态度。我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观察新兴一代弟子的应变能力，就现在看来，倒也没太大毛病。眼见两人都同意，李风平迅速取出一张符箓，注入法力将其点燃后，翻腾着挥舞的椭圆形漩涡再度出现。江静和李风平都不想多留，通道打开后迅速走了进去。我走到通道口，忽然回头看向天空，红月，一阵清风吹来，高挂天穹的红月周围荡漾起一圈圈，肉眼可见波纹。莫闹，还不是时候。
来到秘境外，就见李风平正拿着手机，应该是把秘境内拍到的照片发给长老。江静靠在一旁一棵大树上。好了，秘境内的照片我已经发给了长老，这些样品我也会寄回剑宗。这2天师兄师姐留意一下你们的账户，贡献点会直接打到账户上的。既然任务完成，三刀师兄李师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一定。江师姐慢走。我也走了。师兄慢走。唉，都走了，可惜了。本来还想加个三刀师兄的好友，要不还等下次了。任务完成，得去见一见林师兄他们，顺便把师兄的家族玉牌还给他，商量下一步的计划。这1天都还没过去，林师兄他们可是要关10天的。就3人离开后不久，一条巨蟒游曳到3人刚刚所在的位置，忽然空间一阵扭曲，隐隐有红光透出。噗！巨蟒的上半截身体凭空消失不见，随着生机的流逝，残躯一路向下滚落，最终挂在了2棵树上。一些猛兽闻到血腥味，一个个找了过来。一番争夺之后，是一头棕熊胜出了，他赶走了其他的兽，坐下独自啃食那已经失去生机的半截蛇躯。唉，最近真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你说这小小的玄剑室怎么就突然乱起来了？谁能想到竟然会有大熊在这附近出关呢？那是一高一矮2个人，一身黑袍，袍子上绣着妖鬼图案，气息阴翳，就差把我是反派4个字写脸上了。正在啃食蛇躯的棕熊感觉到了危险，猛地回头看向2人，口中发出低低的咆哮，试图将2人吓退。张家兄妹那里怎么办？万一有人捷足先登，我们这几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都还没来得及做些什么，就狼狈的逃了出来。没办法，只能先避一阵子。连反虚大修士都陨落了，我们2兄弟这身板实在是扛不住啊！2人甚至都没看一眼那头棕熊。棕熊看着2人从自己身边走过，豆豆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下一秒，砰！棕熊整个脑袋直接炸开，巨大的身体猛地倒下，轰隆隆的往山下滚去，途中还压断了一些小树。一头灵智未开的熊而已，跟捏死一只蚂蚁差不多。哥，少爷那边我们真的不管了吗？矮个见状，心里默默叹气。他也清楚自家2兄弟的外表气质很有问题，自己这弟弟更是有些变态的小癖好。追查张家兄妹的过程中，就虐杀了不少人，所以他才会抛下一切离开玄剑室，省得到时候被人发现，给除魔喂到了。这年头，像自己2兄弟这样从里到外都像反派的魔导已经很少了。少爷那边已经提醒过了，他不愿意走，我们也没办法，总不能把命都卖给他。少爷有来头，说不定能扛得住。我们兄弟可不行。说起来，出关的大修也不知道是谁，竟然选在了玄剑室。你说你去别的地方不好吗？特妈的，咒你！还没来得及诅咒出来，他眼前忽然闪过一阵红光，紧接着世界已经大变样，天空中红月高挂。不是，我就只是在心里骂一骂呀，而且都还没骂出来，报时有必要来得这么快吗？高境界的修行者骂不得啊！哥，那些好像是通玄草吧？还真是，因为注意力都在头顶那轮红月。我刚刚都没发现。往远方看去，剑锋矗立，其上缠绕的锁链更是增添了一分肃杀。难不成是一位剑道大能的养剑之地？刚刚被卷进来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出口，所以这应该是一座属性秘境。秘境内的风格，这很有可能是某位魔道巨擘的手。这种魔道巨擘一般都相当心狠手辣，布置的秘境更是凶险无比，可不会看着他们同样是魔道中人就有所留手。对了，我们那台秘境年份侦测灵能仪呢？快拿出来测一测。哥，你不是说一些不重要的、不方便携带的物件就不用管了，尽快离开吗？那玩意儿那么大，所以我就给它留在那儿了。我去，败家子啊！谁能想到竟然会有大球在这附近出关啊！那台秘境年份侦测灵能仪价值300多万灵币，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几10年才攒下来的，那是不重要的物质吗？矮个儿欲哭无泪，他很想敲开自己这蠢货弟弟的脑袋，看看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高个看见自家兄长的神情，心里也是有点发虚。矮个心里堵得慌，但也没说有再什么。现在不是发生争执的时候。算了，我先测一下这里的空间稳定性，看看能不能打开出去的通道。你小心一点，不要弄断这些通玄草。丙级空间稳定性不算强，我是化神后期，弟弟是化神中期，完全可以随时退出去，小心一点，不要太贪心。就算这次只采个几百株通玄草出去，我们也能赚不少，稳妥起见。这次便算了。放心吧，弟弟，
把这次的通玄草卖出去之后，等风头过去，就淘换一下法宝，到时候定要那张家父子好看。放心吧，哥，我会小心的。高个伸手抓向脚边一株通玄草，剑道属性的通玄草草叶尖锐，一不小心就会划破皮肤，但也不至于伤到一名化神修行者。动作别那么粗暴，药性会流失。闪开！高个并没有察觉发生了什么，下意识地听从了兄长的命令，但还是晚了一步。带着半截肩膀的手臂从高个身上分离，切面平整。可是为什么？找到那个暗中偷袭的家伙。又是数十道无形剑气交错穿过，勉强运转起来的法力如同纸糊，被轻易穿透切开，脸上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线。高个张了张嘴，一块块血肉脱落。矮个目眦欲裂，也不管什么小不小心，直接冲了过去，伸出手却什么也没抓住。在那剑气的绞杀下，不仅是肉身的生机，就连神魂灵性都被灭了个干净。除去一开始的那道剑气之外，爆发的法力也压断了一些通玄草。矮个心中极度悲痛，不行，得尽快出去。他做出了最为理智的判断，迅速从血肉中翻找出储物戒收好，站起身就要打开通道。然而眼前的画面却让他彻底绝望，剑气并非消失了，而是调整了强度，所以才晚了一些，甚至数量已经多到数不清了。连锁反应之下，堪比化神后期的剑气浩浩荡荡，如同海啸风暴铺天盖地的绞杀而来。半山腰一阵红光闪过，凭空掉出一个沾满血污的玉盒。不多时，一头白猿来到了附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丢掉了手中的果子，拿起玉盒摆弄了一阵，又咬了几口，发现这不是食物后，他很快失去了兴趣，丢掉玉盒跑向了山顶。与此同时，我已经回到了玄剑室内。别墅内，我靠在一张藤编躺椅上，手里拿着青色玉牌。任务奖励的贡献点在回来后没多久就打到了我的账上，更准确的说是张三刀这个马甲的账上，数额不少，但我在意的却不是这个。随着这笔贡献点而来的还有一句话：我让徒弟去找你了。这句话的出现，代表剑宗内有人知道了玄剑室出关的是我，可我这个马甲的也就那么1-2个人清楚。之前我传线让剑宗说明情况，平息动乱的时候用的，这个不为人知、级别比较高的马甲，怎么身份就突然暴露了呢？难不成是那个时候？请师叔注入一丝法力，确认身份。想来想去，也就这点有可能，能识破自己的伪装，那法力真便宜的终端还真是不简单，还是大意了。进去吧，最多半小时。谢谢。李风平在窗前坐下，窗对面的林求仙面色平静，有种看破红尘的淡然。这2天被交通普法节目反复提及，还留个屁好印象呢。等他被放出去，人说不定都走了，索性直接就摆烂了。师兄，你没事吧？唉，只是想通了一些道理。放心吧，我没事。这才多久啊？意气风发的林师兄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来见我，是不是任务完成了？是的，师兄，我找了执法堂内门弟子江静以及一位名为张三刀的思虑堂外门之潮，一起在今天下午进入秘境完成了任务。江静似乎听说，但具体是谁却记不起来了。而这张三刀有意思，一个元婴剑修竟然叫这种名字。三刀师兄为人还是十分不错的，我们不小心触发了剑气，还是他帮忙挡下来的。具体说说。其实林求仙兴趣并不大，只是这里无聊得要死，就当是听故事了。一日清晨，玄剑室内最大的商场玄剑商场，我走在商场中，目光随意地打量着四周。既然有师侄要来，他打算准备一点小礼物，顺便买一些材料升级一下住所的阵法。我身上带着的那些材料，直接拿来升级一个小型阵法的话，实在是有些浪费。最终，我走进了一家名为玄月阁的店中。这家店主要售卖一些灵材宝药、旷世兽血之类的修炼材料。欢迎光临，先生。灵网的相关板块里，很多人对这家店的评价都很高。客人，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想买一些阵法材料，品类不限，品阶也不用太高。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想买一些阵法材料，品类不限，品阶也不用太高。阵法材料的话，前面左转丙字区域，需要我带您过去吗？不用了，我自己过去就行。我往里走，左转来到丙字区，放眼望去，各式各样的灵材摆在明亮的柜台里，倒也不算太贵。这个
这个，还有那边那个，帮我装起来。好的，客人，请稍等。您需要袋子吗？不用，请您收好。版本过低，请升级后使用。那就用这个吧。零食？您请稍等，我需要去请示一下老板。好。看来这次回去之后，得把马甲的身份牌都更新一下。哦，竟然是张璐那小姑娘，她也在进来后就看见了站在柜台前的我啊，没看错吧？这就遇上了。张璐有点懵，她昨晚又被那幅画面折磨了一晚上。今天一起来就莫名其妙地晋升了炼气9层，于是乎早餐过后就跑来了商场，打算看看调配筑基灵液的灵药。迟疑了几秒，他还是走到我跟前。又见面了，小姑娘。虽然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再见，却没想到缘分来得这么快。我每天晚上脑海里都会出现的画面，是你做的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不过亲眼目睹河道大能交手，对你现在的修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机遇。怎么样？这2天有什么领悟吗？领悟？我炼气9层了，算不算？您好，客人，灵石数量已经核对完毕，这是您的储物戒。谢谢。啊，你应该还没有空间装备，这个就送你了。莫非这个就是上次他说的还算不错的小礼物？目睹这一切的售货员满是羡慕，储物戒可不便宜，刚刚里面装着的那些灵石也只够个零头。走吧，出去说。既然说过要送你一个还算不错的小礼物，我不会食言。难道只是这个储物戒吗？欢迎下次光临。张璐跟在我身后，心里很是忐忑，但同时也有一些激动。没走出多远，我放慢脚步，让张璐与自己并肩而行。说句实话吧，今天在这儿遇见你，还真让我有点意外。意外吗？高境界的修行者不应该都是能掐会算吗？那也不会时时刻刻都掐算，况且靠掐算见的面，那还叫有缘吗？说回正事，以你如今的境界，强大的法宝给你，你也御使不了。我就先跟你讲讲接下来的修行路该怎么走。既然你已经炼气9层，接下来该考虑的就是筑基。学校有没有跟你们说过筑基的品代？学校里的老师还没教过，但我听说筑基共有3等品阶，最下等是炼气7层以后服用破障灵液筑基，这种筑基根基虚浮，有些连厉害一点的炼气修行者都打不过，并且没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所以也被称为伪筑基。中等筑基是修行者晋升炼气9层以后服用筑基灵液或者筑基丹成就筑基，这也是现在最正统的筑基方法。至于上等，不仅修行者本身要达到灵力充沛之象，先吞服1枚灵力储蓄胶囊，同时使用灵能仓将提纯过后筑基灵液雾化加速吸收，3种条件都满足，才有概率铸就上等道基。我若有所思，伪筑基、破障灵液、灵力储蓄胶囊、灵能仓、筑基灵液提纯雾化，现在的筑基都已经发展的这么科学了吗？一次闭关，人事大变，倒是出现了许多我不理解的事物。筑基尚且如此，之后的境是不是也总结出了更科学的晋升方法？我来说说我所知的3类筑基，和你说的倒是有所不同。第一类筑基以外物为辅，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服用筑基丹，大概就是这一类。上古年间还有人找寻天地灵物将其炼化为根基，又或者以一道神通根本而筑基，也都可以算作第一类。这种战力不低，但却手段太过单一，所以很久前就被淘汰了。第2类筑基需采日精、凝月华、炼星辉，洗炼根骨灵力，取天地奇珍抽其神玉，一旦成就为天成道基。天成道基也称为完美道基，不仅对所修功法有要求，过程也极度凶险。至于这第3类筑基，修无上妙诀，还需领悟理、法、意之皮毛，铸成之后有种种不可思议之能，为造化道后才能接触的领域。而河道和筑基之间差了多少个大境界，所以能铸成这第3类道基的修行者，整个太玄界都没有多少。听我说完后的张璐神情呆滞，同样是3种筑基，但古今2者之间的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不要多想，如果我想的没错，学校是担心你们好高骛远，并非有意隐瞒。我所讲的这些，说不定都已经过时了。我建议你之后还是回学校上报自己的境界。我虽然自信，但绝不自负。
更不会小瞧天下修行者们的智慧。张同学也来逛商场呢。老师好。呵呵，我是方池，张同学的老师，还未请教。我是张同学请的家教。原来荣学还真是努力，后天就是斗法测试，看来张同学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你的这个老师对你的观感似乎不是很好，说说原因。